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后悔？我从来不欠你什么，你要走，我不会后悔。有些爱情真的像放不下，有些人真的可恨却牵挂。你说你不欠我，可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整整7年没有开口说过话。有些爱情真的像放不下，有些梦真的做得太浮夸，眼泪虽渺小，但爱却伟大。告诉我还爱我。那就是厉先生，厉氏集团独子，本是天之骄子。自从1年前出车祸伤了眼睛，他的总裁职位就没了，女朋友也跑了。蜡笔哥哥，小贝壳来找你了。本来以为失散之后，我成了钢琴家，你也会过得很好，没想到厉先生现在排斥任何人靠近，连治疗都不配合了。既然他不让任何人靠近，那我就装成哑巴陪在他身边，做他的眼睛。苏小姐，您真的决定好了吗？这牺牲可不是一般的大呀。他值得，带我进去。滚！我现在就是个废人！滚！都滚！这位是苏小姐，天生雅集，是新来的护工。心散各有辉，共此明月光。致所有热爱音乐的你，今日起正式封琴。擁抱永久。小贝壳，找到蜡笔了，琴声才是休息。姐姐，我们后援会没有一个人忘记过找你，我们都在等姐姐回归。我们已经寻找姐姐526个城市了，一定要造起来，让姐姐看见我们爱她。对，只要姐姐感受到了，就一定会回归的。对。妈妈，你怎么看得这么出神？你也是蒙面钢琴天后的粉丝吗？随便看看。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回归了。谢谢姐姐，这个送你。妈妈，爸爸今天真的能看见我们吗？当然呀，我已经问过医生10遍了。耶，那太好了，那爸爸就能看见我在文艺会上的表演了。我偷偷练了钢琴啊。告别乐坛这几年，我嫁给了泽谦，还生了西西。等泽谦拆下纱布的那一刻，西西将精心准备的礼物送上，我就坐在钢琴前，为他弹奏那首星空，并叫他一声蜡笔哥哥，给他一个超级大的惊喜。还有，我们家马上就要迎来一个新成员了。爸爸，是爸爸，爸爸的纱布拆了，爸爸能看见我们啦。泽谦，太好了，你能看见了。小贝壳，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泽谦，我们都已经成年了，就不要叫我小贝壳了吧。当年厉泽谦找错了人，误以为我就是蒙面钢琴天后，是他找了无数年的青梅竹马小贝壳。从那之后，我就是他心里的白月光，是他宠在掌心的人。她是李思思，泽谦钱夹照片上的女人。好，以后我就叫你思思。泽谦，你出事之后，我本来想照顾你，可是被我爸逼着嫁了人，还有了个孩子，所以你后来打电话给我，我只能狠心的对你说那些绝情的话，你不会怪我吧？不会，我永远都不会怪小贝壳。
那就好。这是我的孩子李硕，我和他爸爸已经离婚了。小硕，快叫叔叔。李叔叔好，真乖。爸爸，西西，你是西西？对，我是西西。太好了，妈妈，爸爸真的能看见我们了。你是乔伊？老公，恭喜你，以后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了。泽清，这就是你在病中娶的哑巴妻子吗？她就是我妻子。你好，我叫苏乔伊。哦，我妻子她不会说话。原来真的不会说话了。之前听说你娶了个哑巴，我还不相信。毕竟你眼光这么高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你福气真好，可以在泽谦受伤的时候陪在他身边，以后就可以安枕无忧的做厉太太。我是泽谦明媒正娶的妻子，不是挟恩图报。泽谦，他在手舞足蹈什么？乔伊，别比划了，我们都看不懂。乔伊，别比划了，我们都看不懂。对啊，以前泽谦看不见的时候，你们可以用盲文沟通。如今你已经回归正常人的生活，那以后你们要怎么沟通呢？我可以教爸爸手语，我还可以帮爸爸翻译，妈妈还会写字。这么麻烦呀？还好，我妈妈长得又漂亮，说话又好听，不像你妈妈一样是个哑巴。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妈！厉叔叔，他好凶啊，他推我。西西，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快给哥道歉。西西没有做错，她只是维护我。维护你什么？小硕说的难道有错吗？你是嫌弃我不能说话吗？苏小艺，你竟敢给我下药！我只喝了你送的牛奶，你还狡辩！我还以为你是安分了，我那么信任你，你竟然用出这么无耻下贱的方式，就是想嫁给我，要我的钱吗？好啊，我成全你。你听不到我的声音，是不是？当年要不是你给我下药，还怀了西西，我怎么可能去？但是看在你这么多年一直在照顾我，没有什么大错。厉太太的位子，还有你想要的，我都会。要我解释多少次？真的不是我给你下药。我看不懂你比划什么。你在家好好带七夕。思思是因为我放弃了她的演艺事业，我欠她的都会还回来。思思，我一定会让你重新站回那个闪耀的舞台。所以，你选择他，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后悔？我从来不欠你什么，你要走，我不会后悔。有些爱情真的像放放不下，有些人真的可恨却牵挂。你说你不欠我，可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整整7年没有开口说过话。有些爱情真的像放放不下，有些梦真的做得太浮夸，眼泪虽渺小，但爱却伟大。告诉我还爱我吗？苏乔伊，苏乔伊来了吗？
人流手术后1个月内不能同房，计量计辛辣。陪护来了吗？先进来吧。妈妈，你不舒服吗？怎么丢下西西自己来医院了？爸爸，是爸爸。妈妈，你怎么了？快开门！妈妈。 去找爸爸，我去找爸爸。思思，你不该为了我风险的。等你准备好，我就把你失去的全都补回来，让你重新回到属于你的舞台。泽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回归，而是你过得好。爸爸！西西，你怎么在这儿？妈妈呢？爸爸，你快去救救妈妈吧！妈妈去了一个很冷的地方，那里关着一扇很大的门，门口还亮着红红的灯。怎么回事？走，我们现在就过去。考虑好了吗？你已经怀孕2个月了，真的要打掉。就在那边。乔伊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今天就突然生病了？乔伊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今天就突然生病了？西西，妈妈真的生病了吗？是真的，西西没有撒谎，妈妈真的生病了，你相信我。怎么我今天刚好来医院看手腕，乔伊就今天生病？这么多家医院，还刚好在同一家医院呀。我考虑清楚了。西西，你回妈妈那儿去吧，爸爸还有事要忙。爸爸，西西没有撒谎，妈妈生病了，妈妈真的生病了。我一直都知道那个女人没安好心，没想到现在居然连孩子都利用，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是你让妈妈失望了，妈妈才会哭，妈妈才会整夜的不睡觉，妈妈才会生病的。西西哭得这么伤心，难道乔伊真的生病了？妈妈，你快出来！西西，爸爸，妈妈就在这个里面，你快喊她出来呀！手术室，这是手术室。西西，别胡闹，妈妈身体这么好，怎么可能在手术室？我看见她进去的，医生姐姐还问她后不后悔。后不后悔？难道乔伊？乔伊！ I will take time, more steps towards you when you move back. There's no reason it's needed for me. Even though it's too far, it doesn't matter where you are. My thoughts always go back to you. 妈妈，西西，你怎么在这儿？我不是让你好好在家待着吗？西西怕妈妈出事。乔伊，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厉叔叔，你不是答应我去买长命富贵锁吗？怎么还不去？我都等不及了。长命富贵，厉泽谦，你对我们的孩子不闻不问，却陪别人的孩子买长命富贵锁。爸爸，这里好冷，我们赶紧带妈妈回家吧。
내 머문 세상 이토록 찬란한 原来不是手术啊，是做宫腔镜检查呀。什么？宫腔镜？他手里的报告单不是写着的吗？苏乔伊，我真是蠢了，我居然还真的相信你生病了。之前是下药，现在又是装病，这种把戏你还要玩多久？乔伊，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和泽谦接触，所以才故意这样？可是你再怎么嫉妒，也不应该教唆一个小孩子帮你说谎吧？大不了以后我不见泽谦就是。思思，该反省的不是你。苏乔伊，别作妖了，你能不能懂点事，给西西做个好榜样？你又怎么了？你最好真的有事。又怎么了？你最好真的有事。明天的文艺汇演，西西有演出。他一直希望你能去看。知道了，我会去的。等西西圆了这个愿望之后，我们就各自自由。这次我来牵几个童星，你们给我继续找钢琴蒙面天后。这个女人当年竟然敢不辞而别。是他，乔伊，我找到他了。是。别紧张，一会儿放松啊，好好发挥。妈妈，爸爸今天真的会来吗？爸爸答应的事会做到的。我的西西小宝贝儿在哪儿啊？爸爸。听说西西有表演，我和小硕。听说西西有表演，我和小硕也来看看。乔伊，你不会介意吧？思思在弹琴方面很有天赋，让她教教西西，西西也能进步。苏乔伊，丽奶奶的位置我让你坐了几年，现在我回来了，也该还给你。泽谦，乔伊好像不太喜欢我，要不我还是走吧。乔伊，思思跟你说话呢。阿姨，该不会耳朵也聋了吧？你妈妈才聋了！西西，怎么说话的？是他先说我妈妈的。小硕哥哥是男孩子，比较调皮，他没有恶意，可你分明在骂人。西西没错，如果连家人都不保护，那才是畜生不如。你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什么？怎么连话也不会说了？厉总，还真是厉总，听说你眼睛好了，恭喜啊！谢谢。厉总就是那个失明了7年，眼睛一好，立刻用雷霆手段整顿了厉氏集团的厉总。哎，真没想到啊，学校还有这样大人物的孩子。苦尽甘来，
厉总肯定以后会有大运，咱们孩子跟他们孩子同班，让他们多在一起玩玩。就是，想必这2位就是厉夫人和小少爷了吧？他们……哇，妈妈，你看那是李硕，就是我们转学前班上没有爸爸的同学。你胡说！我也有爸爸，他就是我爸爸。他明明是我爸爸。厉总，这2个到底谁是你的孩子？他就是我爸爸呀，爸爸，对不对？是我的爸爸。爸爸，我跟班里同学都说了，我爸爸长得特别帅，对我特别好，还说你今天一定会来，他们都等着看看你呢。爸爸，你会说我才是你的儿子。爸爸，我是西西啊，我的名字还是你取的呢。因为你从没在学校露过面，西西在学校里曾受过欺负。这也是他想让你来看文艺汇演的原因之一。泽谦，小硕从出生就被人嘲笑没有爸爸，你可以帮他扬眉吐气一次。到底谁才是他孩子呀？我觉得是那个男孩，他离厉总更近。那女孩的家庭我知道，妈妈是个哑巴，厉总怎么会看得上她？小女孩真惨，妈妈哑巴，自己缺爱，到处乱认爸爸。我没有乱认爸爸，爸爸，快说话呀！泽谦，拜托了，之后我会亲自向乔伊和西西道歉，请你看在我们孤儿寡母的份上，就帮我们这一次吧。这个男人就是她老公吗？李泽谦，我照顾了你整整7年，是条狗也会冲我摇尾巴了。你是西西的爸爸，你要眼睁睁看着他受委屈吗？泽谦，拜托了。爸爸，爸爸，你可千万不能让乔伊失望啊！爸爸妈妈在台下看他表演，是西西最大的愿望。蜡笔哥哥，你说过会答应我任何事。住手！小硕才是我儿子。小硕才是我儿子。原来如此啊！乔伊、西西，小贝壳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原来啊，厉西西才是没有爸爸的那个。这个混蛋！后场了，请所有小朋友家长到后场区等候。哎，走吧走吧，咱们去准备一下啊。苏乔伊，你疯了！你为什么要打泽谦？乔伊，西西他什么都有，我是他爸爸的事实也不会改变，但小硕不一样。你这么替别人儿子着想，那就给他当爸爸吧。苏乔伊，你怎么这么自私无情？我看相比起没有爸爸，有你这样一个哑巴妈妈，才是更值得嘲笑的事吧。哑巴妈妈，我开口那日，就是我万众瞩目之时。从今以后，我和西西跟你再也没有任何关系。李泽谦，带着你珍视的人，滚！
泽谦，他这是在威胁你。可他不知道的是，你最讨厌被人威胁了。这些年，你吃他的、穿他的、用他的，连一双袜子的钱都没有挣过吧？跟他离婚，你以后要怎么生活？乔伊，我知道你只是不喜欢我，误会我和泽谦的关系。我可以走的。你没错。苏小艺，只要你现在服软，我可以不计较。你想让西西没有爸爸吗？可是我本来也就没有爸爸了。可是我本来也就没有爸爸了。西西，爸爸只是……我曾经以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可你不认我，我也不要认你了。西西，你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吗？好像一天一年陪在你身边。我李西西从今天开始不要犀利了，我叫苏西西，只有妈妈，没有爸爸。西西，我还能围着你岁岁年绕妈妈，以后西西照顾你。妈妈不会让你失望。这一瞬间。小艺，西西，泽谦，我手腕突然好疼啊！我这就带你去医院。小贝壳才是我最重要的人。乔伊，这几年你都经历了什么？还好我找到你了。下面有请3班的小朋友厉西西。你看。这是西西在家经常弹的曲子，这指法……小贝壳，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你也教过我这首曲子。弹得真棒，这么小就有这水平。小宝，你看这个妹妹，比你年纪小，比你弹的稳多了。这个年纪对音乐就有如此表现力，这长大了无敌呀！听着小女孩弹琴，让我不禁想到了蒙面钢琴天后。真没想到他的女儿钢琴弹得这么好。谢谢。小朋友，你弹的实在是太好了。你的老师是谁啊？是我妈妈。你妈妈？可以请她上台吗？可以。西西妈妈，请问你可以上来为大家弹奏一曲吗？我妈妈的……啊？不说什么？啊？什么意思？泽谦，我们走吧。泽谦，我手腕真的很疼。好，走吧。不会说……是谁呀？是他呀。
这是星空，是小贝壳的曲子。拉比哥哥，你放心，你爸爸妈妈一定会找到你，把你从孤儿院接走的。我一定会带你一起走，我和你永远不分开。拉比哥哥，我给你弹琴吧。等以后我有了真正的钢琴，我就弹一首全世界最好听的曲子给你听，就叫《星空》。好呀，小贝壳弹琴最好听了，听都听不腻。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走丢了，我就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上弹星空，你一定要记得我的琴声哦。拉钩。星空，真的是星空。小贝壳，是小贝壳没错。泽谦，这琴声是蒙面钢琴天后。蒙面钢琴天后？不可能吧？是他的弹法，我是他的乐迷，不会错的。放着钢琴天后不做，来做一个小女孩的妈妈。可是她妈妈是聋哑人呀，这真的会是蒙面钢琴天后吗？快，我要把视频发出去。太棒了！太好了吧，弹得真好。一首星空送给大家。原来你没呀，乔伊，你怎么这么傻？乔伊，怎么是你？找到了，蒙面钢琴天后出现了，在一个小学的文艺汇演上，立刻帮我联系她。快准备一份特聘教授合同，单履从优，我们必须赶在别人前面。是，立刻带我去那个学校，不管用什么办法，我要签下他回归后的首场读得会。是。我跟思思在一起那么久，她从来没弹过星空，难道我找错了人？乔伊他才是。小贝壳，我们都曾试过伤以后。西西，咱们要不要趁他们反应之前快走，不然一会儿走不了了。走走走。妈妈，你今天怎么突然会说话了？而且你弹的曲子好好听。怎么样，妈妈没有给你丢脸吧？当然没有，妈妈最棒了。我刚才看到台下有好多羡慕的眼神。以后妈妈会一直是你的骄傲。那妈妈，你真的是蒙面钢琴天后吗？乔伊，你在这儿。你怎么会说话了？你到底是不是蒙面钢琴天后？你到底是不是小贝壳？原来你还记得小贝壳？说呀，你说呀！我是谁？有那么重要吗？当然重要。原来是蒙面钢琴天后的粉丝之一啊！粉丝？厉泽谦，
你眼睛能看见之后，我一共给了你3次机会，可是你却一一都放弃了。3次机会？回答出来，我就告诉你。第一次是我敢去手术室找你。第2次是你让我承认是西西的爸爸。是的。还有第3次。有。请允许我用过几位故第事3次是什么？第3次是什么？这个就得你自己去想了。等到你想清楚3次机会都是什么，你就会知道你所想要的一切真相。还有事？我的眼睛是经过治疗才好的，你没有治疗，为什么忽然会说话？他不会说话才不正常。之恒，怎么是你啊？来签约几个小童星，没想到遇见了你。乔叶，他是谁？谢之恒，幸会。厉泽谦，听说过，厉总，厉氏集团的掌舵人。在商场上我是厉总，但是在家里我是乔伊的老公，西西的爸爸。如果我刚才没看错的话，你好像生的是个儿子，叫小硕。刚才事出有因，我和西西的血缘亲情是无论如何都斩不断的。哦，厉总那么自信？这点自信当然有。蒙面钢琴天后，钢琴天后在这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天后，我是一个作曲家，我特别喜欢你演奏的星空，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与您合作，条件随您开。这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作曲家，多少演奏家想跟他合作。苏小姐，看看我们学院，我们诚挚邀请你作为我们的特聘教授，薪资和待遇绝对是业内最高水准。这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苏小姐，您这次复出首场独奏会，请务必考虑我们音乐厅，我们将为您提供最好的资源和宣传。这是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总监，苏小姐考虑我们吧，考虑我，给我们一次机会。看来我养活自己和女儿是不愁钱了。瞎说什么呢？你可是万众瞩目的天后，怎么可能会缺钱呢？难道乔伊才是真的蒙面钢琴天后？他根本不是，我才是。你说你是蒙面钢琴天后？对，没错。乔伊，你不就是听说泽谦跟蒙面钢琴天后的故事，所以才故意编排这一出，想让他误会，让他留在你身边。你的意思是苏小姐是模仿的？可我刚才亲耳听到她的演奏，那情感和技巧绝对是本人。是啊，那是因为你们还没听过我，弹。要不你现在就找一个琴房弹一段，让我们也听听。思思，弹一段吧。好。这个李思思还真会这首曲子，居然弹的也还行。不过就弹这么一段，而且还是单手，也看不出来什么呀。我的手腕最近出了点问题，医生说不宜过度用力，很快就会好了。到时候泽谦为我准备的那场天后回归演奏会，
我自然会登台证明。你还敢举办天后回归演奏会？我当然敢。李思思，单纯模仿几个小节，可能别人确实看不出差别，但如果是整场难度极高的独奏会，你的冒牌身份可就藏不住了。这不是你一个冒牌货应该考虑的。我会在巡演的第一场摘下面具，让所有的粉丝知道，真正的蒙面钢琴天后叫思思。哼 ，flag 别立太满，最近你多雷多雨，那你就等着看吧。反正我有可靠消息，蒙面钢琴天后早就已经死了。我苦练了这么多年她的代表作，只要在演奏会上放出录音对上，到时候聚光灯聚焦，谁又能看得清晰？我等着。哎，苏小姐，苏小姐，去收下我的联系方式。收下我的联系方式。你要去哪儿？差点忘了，我跟你的事情还没有解决。解决？你想怎么解决？苏小叶，你别再闹了。厉泽谦，我从来就没有跟你闹。厉泽谦，当初你向我求婚的时候，说的是兴许100年，没想到100年这么快就到了。到此为止，别离的歌早已哼在嘴边，是你为我题词，我们的寂寞变成2个单词，当我自言自语，你是他们朗诵的诗，从今以后。苏乔伊，厉泽谦，明天上午10点，民政局见。我们离婚吧。离婚？是因为是他给了你底气，所以你现在才敢跟我提离婚。厉泽谦，你的眼睛瞎了7年，但直到今天，你才是真正的眼盲心瞎。如果爱忘了，就放它走吧。那些幸福让它替我祷告。如果爱懂了，拉比哥哥，我曾登上过最璀璨耀眼的舞台，台下无数观众为我欢呼。为了一份纯粹的爱情，我选择退出乐坛，假装成哑巴，陪在你身边，却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结局。你来了，来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其实也没什么，等我处理完事情，我就会走的。还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吗？你带上西西，我带上你，买架飞机连夜走。走吧。你们想去哪儿？苏乔伊，你胆子可真大，竟把男人往家带。我跟厉泽谦已经要离婚了，我带男人回家，不可以吗？你真的会说话了？哑了7年，说好就好了。你到底有什么阴谋？你是不是想害我儿子？他跟你儿子朝夕相处了7年，就算每天喂一颗发了芽的土豆，毒都该毒死。你怎么不好好想一想？如果他要害你的儿子，你儿子还可能活着。你们欠了乔伊这么多，不还给他也就算了，还要给他戴帽子。我们欠他的，这7年他在我们家好吃好喝，怎么？你是为了我们泽千雅的吗？他就是为了。心虚了是吧？看在你是西西奶奶的份上，你现在离开，我不跟你计较。你不跟我计较？苏乔伊，你配得上我儿子吗？
想想你过去，一天天的，除了在家里拖拖地呀、做做饭、带带孩子，净做些不赚钱的工作。除了这些，你还能干什么？男人不在家了，知道打扮了，你以为你这样勾引我儿子，他就会回心转意吗？你也配？我不配！当初可是你们厉家引我进门的，那是因为我儿子眼睛看不见，心才软了，让你攀了高枝。我儿子喜欢的一直都是他的白月光思思，他呀，其实是蒙面钢琴天后。当初我儿子受伤，他是伤心过度了，才暂时退了圈，就冲着他对我儿子这份深情，你连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我照顾你儿子7年，比不上李思思说他伤心退圈。对，比不上。哼，这份离婚协议你签了。妈，你怎么来？妈，你来干什么？儿子，你回来的正好。这个苏乔伊竟然把一个野男人都带回家了。谢之恒，你赶紧的把他给我赶出去！乔伊，你既然把他带回家，你就不怕西西？你配跟我提西西吗？在你当着西西的面认别人的孩子当儿子的时候，你有考虑过西西的感受吗？西西她懂事，她懂事，所以她就应该被你们欺负，处处忍让吗？西西这几天连睡觉都睡不安稳，梦里都还在哭，这些是你这个做爸爸的给她受的。这几天我会好好陪陪她。不用了，迟来的父爱比草芥。乔伊，这离婚协议挺好的，省得我去打印。我们的宿命是错过，那么爱你却没结果。我始终都无法干预彼此面的摩擦，故事再怎么这么迫不及待跟我签离婚协议，还说不是因为他。厉泽谦，你不要因为自己肮脏，就把别人都想得这么肮脏。什么时候去民政局？天一亮就去。别人家闹离婚，做婆婆的，就算是心里再不满意，表面上也会装着劝和一下吧。您倒好，迫不及待的让他们离婚。哼，乔伊这些年在你家里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吗？如果苏乔伊有思思一半有本事，我也会劝和。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戳着我的脊梁骨，笑话我让一个哑巴媳妇进门，还说我厉家断了后路。妈，西西她是我女儿。是的，她是你女儿，儿子。但是现在你眼睛能看见了，想嫁给你的姑娘都排成长队了。你想生多少儿子你都会有，更何况你还有思思和小硕呢。那个小硕该不会真的是你的孩子？当然不是。思思能生第一个儿子，就会生第二个，不像有些人还不知道有没有儿子的命呢。儿子，你放心，西西跟着苏乔伊是绝对不会受亏待。等西西长大了，他还能不认你这个爹，不认我这个奶奶吗？啊？不错，很会做梦。既然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关于女儿的归属权问题就没有意义了吧？我不同意。苏乔伊，这是咱俩的事情，咱俩自己解决。你已经有李硕了，还有一个会生儿子的小三，你的偏心眼也长得很好，还要跟我抢西西吗？放心，不会跟你抢。还有，离了婚之后，不要再出去说曾经是厉太太。我呢，也会对外宣布，我儿子根本没有娶你，女儿
也不是你跟我没意见。好，这就是你这些年为之付出的家，我真为你感动。没关系，谁年轻的时候没犯点错？也好，及时止损吧。你别碰他！是你别碰我，才对。秋叶，其实我……你别伤害我妈妈！谢谢，爸爸没有。你有的。谢谢，你不要爸爸了吗？哼。李泽谦，作为丈夫，你从来都没有尽到过应尽的责任；作为父亲，你更不称职。现在在这里装有良心，不觉得可笑吗？慢着，还有什么事？我要检查看看，是不是拿了我们家什么东西。妈，不要！苏乔伊，你竟然偷了这么多我儿子的衣物，你变态吧你！你爱惨我儿子到这种……苏乔伊，你竟然偷拿了这么多我儿子的衣物，你是变态吗？你爱惨我儿子到这种地步了？秋叶，别误会，别拿那种深情的眼神看我。你们好像搞错了。搞错了？我跟厉泽谦是正常婚姻，且他是过错方，所以女儿的抚养权归我，他的存款我要1半，这个房子归我，车库里停的8辆豪车也归我，这些衣服是我给你收拾，本来打算丢在门口垃圾桶。滚！干嘛呢你？哎呀，贱人！开门！开门！这房子是我儿子买的，你要不开，我就报警了！开门！厉泽谦，你记住了，明天上午10点，民政局见。离婚赔偿条约不接受商量，否则我就起诉你。妈，走吧，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吵死了！把妈妈的瞌睡都给吵没了。西西可以陪妈妈睡。有西西在，妈妈一定可以睡得很香的。快上楼去，给妈妈暖被窝吧。你还好吧？有什么不好的？你每次难过的心脏绞痛的时候，都会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双手会紧紧捏成拳头。没关系，哭吧，起码以后他们再也伤害不了你了。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我的梦狠狠碎过却不会忘，曾为他相信明天我以前觉得我绝对不会后悔，可是我输了。妈妈，我这个音老是弹不好。没关系的，西西，慢慢来。来，手腕要放松，手指要站稳。
乔姨，你这么多年没长时间弹琴了，现在复演感觉怎么样？你刚看我弹了这么多首，你觉得怎么样？很棒。当然，我妈妈最棒。泽谦，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马上就是巡回演奏会了，你不需要练习吗？你忘了，医生说我的手腕还没有完全好，还不能进行高强度的训练。这里好闷啊，我们走吧。等等，里面有琴声，这琴声，这技巧。泽谦，你看，很多人琴弹的还是可以的，像这种水平的演奏者有很多。我们还是走吧。只是还可以吗？当然只是可以啊。我们走吧，走吧。哎，泽谦，苏乔伊，怎么又是你？苏乔伊，怎么又是你？厉先生，你怎么又来了？乔伊是我的妻子，你一个外人能在这，我怎么不能来？厉先生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乔伊不是已经跟你开始走离婚程序了？只是在走程序，更何况，西西永远都是我的女儿。西西，你想爸爸吗？西西，爸爸很想你。之前让你受的委屈，以后不会了。爸爸给你道歉，你能原谅爸爸吗？妈妈原谅你，我就原谅你。怎么又是苏乔伊？她的琴风为什么这么像蒙面钢琴天后？难道不止我一个人想模仿她？乔伊，谢先生，西西也在啊。早知道，阿姨就把小硕哥哥叫过来跟你作伴了。我才不要和他作伴。西西，要有礼貌。泽谦，小孩子嘛，记仇很正常的。既然大家刚巧遇到了，不如就共用一个琴房。乔伊，你不会介意吧？怎么？你是想跟我一起练琴？怎么？你是想跟我一起练琴？可以吗？你不怕的话，我们当然不介意。我当然不怕，钢琴我还从来没有怕过谁。那我还真的挺拭目以待的。不如我来选曲子吧。乔伊，你想弹什么？我来找谱子。我都行。那我就随便选。有劲敌，给我准备一杯能让人瘫痪的饮料。苏乔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世界上只能有我一个人的琴手，像蒙面钢琴天后。就这个吧。西西，你喜欢这个谢叔叔吗？喜欢。那你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这个谢叔叔？不是同一种喜欢。你呀，你妈妈最近是不是都在跟这个谢叔叔待在一起？谢叔叔对妈妈可好了，还给我做了可乐鸡翅。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谢叔叔又不是陌生人。苏乔伊，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连你弹琴的样子都这么像小贝壳？苏乔伊，你弹得越好，
我越要毁了你。妈妈弹的真好听，那妈妈和爸爸合弹一首吧。西西，我好不好嘛？妈妈，爸爸。好。Salve misti estorivare domia de novense limenosiare。 为什么跟他一起弹琴，我对他的熟悉感会那么强烈？这指法，这节奏感。就好像他就是小贝壳一样。哇，爸爸妈妈弹的真好听。小易，你琴弹的真不错，跟我的风格有点像呢。我弹琴的风格是与生俱来的。要是说模仿，也是你模仿我。泽谦，你可以为我证明的，我从小弹琴就是这个风格。我还能给他证明，我们乔伊弹琴一直是这样。我们乔伊，苏小伊，我们还没离婚呢，你就跟这个男人暧昧，还带着我们的女儿一起。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先认别人儿子，难道不是你？你非得翻旧账是不是？说不过就开始说我翻旧账是吧？女儿在旁边，我不跟你吵。你不小心，西西，妈妈，爸爸，我的身体好麻，没有力气了。西西，你怎么样了啊？西西，有没有事？西西，好疼！快送医院！该死，竟然被那个臭丫头喝了。是你？我什么？我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啊！跟我去医院，那些果汁我全部都要拿去化验。哎！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她有没有事？她喝的果汁里含有神经麻痹性药物，会让身体麻木不灵活。还好喝的不多，已经进行了催吐和治疗，不会对将来造成永久性影响。治麻药物？是你？小野，你怎么能冤枉我呢？那天是你订的练琴房，我才进去多久？我怎么可能会下药嘛？现在出了事儿，你就冤枉我，你真是……李思思，我之前没有想过要对你怎么样，但你动我的女儿，我不会放过你。李思思，我之前没有想过要对你怎么样，但你动我的女儿，我不会放过你。泽谦，他打我。乔伊，事情还没弄清楚，思思她……事情还需要调查吗？你没听医生说吗？是治麻的药物。除了李思思，还有谁能想让我全身麻痹？你冷静点，西西受伤，我也很难过。你也很难过，我跟西西都不需要你这种口头上的难过。西西是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在所有你冷淡我、误解我、怨恨我的日子里，都是他陪着我。现在你跟我说，你也很难过，你真的懂我的难过吗？泽
泽谦他是西西的爸爸，你怎么可以把他说的这么不堪呢？思思，泽谦，我是不想你被他这样误解。闭嘴！李思思，你竟然给我下药，证明你慌了，那就保持你的这份惊慌，因为你所计划的一切都快要泡汤了。乔伊，滚！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滚！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给你和西西一个交代。西西的事，思思确实有最大的嫌疑，可我的小贝壳不可能是这么恶毒的人啊！如果有一天我们走丢了，我就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上弹星空。乔伊，一共给过你3次机会，怎么是你？但你全部都放弃了。你到底是谁？是真阳还是庄阳？厉总，您吩咐要找的医生带来了。厉先生，你的眼睛真的好了，太神奇了，恭喜啊！很多人断定我的眼睛这辈子不可能看得见了，这也算是奇迹了。我这次找你来，是有点事想问你。您是想问苏乔伊苏小姐的事，对吧？嗯。其实，您的眼睛能复明，跟照顾你的人是脱不开关系的。你还知道什么？当年我有嘱咐过苏小姐，配合正确的按摩手法，每天坚持是有机会达到手术效果的。只是这个机会渺茫。哎，这有些事情吧，你说坚持1天、10天、半个月都好坚持，但是这1年、3年、5年，这就不一定了。她应该是每日为您按摩很长时间吧？整整6年，没有1天间断过。看来苏小姐真的很爱您呐。爱我？既然不爱您，那怎么可能做得这么细致？当初她看到您自暴自弃，自己躲起来哭了好久。医生，当年你把她带到我面前，她是真阳还是庄阳？这我要听真话。苏小姐当年确实是没有牙。他知道我是你的主治医生，找到我说是没有什么办法帮您走出困境。您应该还记得，那个时候您拒绝任何人靠近。苏小姐就想假装自己是哑巴，跟您一样是残疾人，您果然就接受她了。她该不会是装了7年的哑巴吧？这边。李总，您没事吧？苏小伊，你对我这么好，真的是图我的钱。厉总，我觉得您对少奶奶有误会。少奶奶绝对不是爱财的人。什么意思？这些年，你眼睛看不见，一直是少奶奶照顾你。她把封印的东西都收了起来，桌角什么的也都包起来。您不配合吃药，她就把药给磨碎了，放在食材里，确保有药性，又不会影响菜的口感。这些不都是我妈为我做的吗？妈，厉总，你真的相信吗？你妈这个人自私虚伪，年轻怕重，干啥不行，指手画脚第1名。你眼睛看不见，她来看过你几次，就连你股份差点被夺，都是少奶奶去帮你抢回来的。虽然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但她回来的时候浑身是伤。她真的是蒙面钢琴天后吗？不知道，但琴风真的好像啊，就连弹琴的姿势、小动作都一样。唉，不过她也挺惨的，她老公好像不要她了。唉，是啊，前几天才刚检查出怀孕，这男人啊都没一个。她怀孕了？你说什么？她怀孕了？是啊，都2个月了。那天在手术室，难道？
跟我来。放开我！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要下车。我必须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到底什么事儿？你要带我去哪？我还不至于威胁到你的生命安全。下车。回家来干什么？你还有东西在里面吗？进去说。你别动，我来。你别动，我来捡。走吧。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这么反常？回家说。现在可以告诉我到底有什么事儿了吗？西西她好些了吗？医生说已经没什么大事了，志恒在陪着她。那就好。夏亚的人我已经找到了，还没招。有什么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你。好。我去见了最开始的主治医生，你还记得他吗？他都告诉我了，你根本就没有养。所以你现在是来找我算账的吗？管我要什么欺骗费？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无情的人吗？我曾经认为你不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装成哑巴陪在我身边，整整7年不说话？过去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只想跟你痛痛快快的把婚离了，财产和孩子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的解决，我就要去过属于我的人生了。解决？你解决得了吗？什么意思？这是验吧。厉泽谦，你疯了！我就在这看着你验，别想耍花招。疯了！你真的是疯了！如果你能查出我怀孕的话，就应该也能查得到。我已经把孩子打掉了。我不相信别人，我要亲眼见证真相。神经病！孩子也是我的，我有知情权。我可以去把脉，可以去验血，可以去做 B 超，我为什么要当着你的面验孕？谢之恒，谢家财团的小儿子，以他的能力，可以帮你做任何假。什么？唯独这个，他就在我面前，他绝对真实。你死了这条心，是不可能照做，让开！有啊，我说让开！验孕！乔伊，是孕吐，你没有流产，孩子还在，孩子还在。李泽谦，孩子已经没有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你现在在这里装深情给谁看呢？当初是你不要我的，你忘了吗？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绑着你不让你飞，历史不断重演，我好累。爱到妥协，也无法将故事再重写，你下最后通牒，我躲在我的。真的要逼我吗？如果你真的去问了医生，你就应该也知道，在这7年里，我为了你没有说过一句话，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我只是想知道，孩子在不在？在你和西西跟李硕之间，选择了李硕的那一刻，我肚子里的孩子，就算是生下来还是打掉，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乔野，我抱歉，我有一个从小就很喜欢的女孩，她叫小贝壳，她弹琴唱歌很好听。在我与家人走散，独自进孤儿院的时候，总被人欺负，是她一直陪着我，她就是我生命的光。但是后来，她被收养了，她的家人强行把她带走，我找了很久，一直没有她的消息。知道什么？知道蒙面钢琴天后的横空出世，我认出了她的气声。所以你去找她了？去了，在后台，我看到了蒙面钢琴天后，她取下了面具，原来她是思思。我的面具中途掉过一次，看来就是李思思偷的，还刚好被厉泽谦认错。但是你的琴声跟小贝壳太像了，所以你是他吗？所以你是他吗？当你给李思思做完巡回演出之后，你会知道。还有一件事。什么事？我已经解释过很多遍了，但我觉得有必要再亲口解释一下，给你下药的人不是我。我已经查清楚了，是那个叫尔凡的。他本来把一切都计划好了，可是我突然出现。好了，你走吧。厉总，您已经在这坐了整整6个小时了。您不是一直不喜欢苏小姐，想跟她离婚吗？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机会，您又舍不得了呢？我有舍不得吗？那您为什么要沾这些东西啊？原来这些年都是我错怪的。厉总，您这是后悔了吗？你先出去吧。是。不管是什么答案，等蒙面天后回归演唱会那天，就都。蒙面钢琴天后宣布复出，全网粉丝沸腾，热搜榜第1。我们已经等了她7年，蒙面钢琴天后回来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真正的蒙面钢琴天后。为了仿制这副面具，我可真是花了不少功夫。李思思，看来你觉得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了。苏乔伊，你来了，听听外面人的欢呼声！天后，天后，天后！名利、金钱，所有人爱慕的目光，我全都拥有。你拿什么跟我比？你根本抢不过我。你就这么有把握？难道你没看出来吗？我已经万事俱备了。没看出来。我知道，你就是嫉妒我，别以为我不知道。苏乔伊，你爱则谦，只可惜啊，我们都会弹琴，而这个舞台是他专门为我蒙面钢琴天后的复出者，才不会让别人为他准备舞台。哼，你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苏乔伊，你陪泽谦这么多年又能怎么样？你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又能怎么样？现在我回来，他的养母就只有我。我还是第一次见一个小偷
把偷来的东西说得这么理直气壮。你说谁是小偷？你不是小贝壳，更不是蒙面钢琴天后。你胡说，我就是。不，你不是。他为什么这么笃定？他知道小贝壳，也知道蒙面钢琴天后。他弹琴的姿势还和蒙面钢琴天后那么像，他该不会就是人？不可能！蒙面钢琴天后已经死了。慌了？我才没有！星空这首曲子是蒙面钢琴天后的成名曲，也是小贝壳从小给厉泽谦弹的歌。那些忠实歌迷还有厉泽谦是不可能听不出模仿者和原版的差别的。你真的有把握？我说了，我就是。我和泽谦有着从小相依为命的情谊。你恨我，你打我，我都无话可说。苏乔伊，你在干什么？苏乔伊，你在干什么？我说了，西西的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你就非得来找思思麻烦吗？我找他的麻烦。泽谦，你别怪乔伊，都是我不好。明知道你结婚了还有孩子，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归国看看，害得你和乔伊离婚。无论他怎么对我，我都受得住。是吗？那你就最好都给我受着。这一耳光是打你一回来就阻碍我女儿和她爸爸的第一次见面，这一耳光是打你在医院污蔑西西说谎，让她在那么担心妈妈生病的时候还要被爸爸误解，这一耳光是打你让西西对父爱几乎绝望。够了！我打的是他，骂的其实是你。你以为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大呼小叫？厉泽谦，你会在这里守着他弹琴的，对吗？当然会。很好，我很期待，当你看到他弹琴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泽谦，我的脸都被他打肿了，一会儿我该怎么上台啊？你不是有面具吗？戴着吧，遮丑。泽谦，西西差点出了大事，她情绪过激了些。好吧，那我就不跟他计较。思思，马上你就要上台了，还要弹奏星空。是啊，怎么了？你真的是蒙面钢琴天后吧？我当然是。泽谦，你不要听那个苏乔伊胡说，他的话不可信的。他就是不甘心失去你。泽谦，我会用琴声证，我就是蒙面钢琴天后。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好久不见，一首《星空》送给大家。思思，你真的是小贝壳吧？不是这个感觉，技巧有余，但没有灵魂，这不是小贝壳的琴声。越听越不像啊！不对啊，这琴声虽然像，但少了蒙面钢琴家那种力量和灵气。会不会是这么多年他生疏了？不会的，蒙面钢琴家的技巧是刻在骨子里的。这个是假的，假的！为什么要假扮蒙面钢琴家？假的！不可能！我苦练了这么久，他们怎么可能发现我是假的？不是他，李思思不是小贝壳。假的！滚！蒙面钢琴家不许亵渎！下去！滚下去！妈妈，回家去！假的！滚下去！滚下去！这才是小贝壳的琴声，这才是星空应有的样子，这才是蒙面钢琴天后该有的琴声啊！这是谁在弹？关掉！快关掉！我才是真正的蒙面钢琴天后，我才是。是谁关了我的音响？打开！快打开！是乔伊。乔伊是小贝壳，他是乔伊，乔伊才是小贝壳。泽谦，李泽谦，你回来！你给我回来！就是这个人，冒充蒙面钢琴天后，就是他！乔伊，你等等我。妈妈弹的真好听。等西西长大了，也会像妈妈一样弹得好听的。也不知道爸爸有没有后悔。模糊光影距离，连时间都暂停。我错了。长以后我有了今天的弹一首全世界最好听的曲子给你听，就叫星空。你是心中唯一，弹你给李思思，请你学会演出之后，我知道错了，乔伊。小贝壳，我来了。小贝壳，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好，拉比哥哥。乔伊，真的是你？是，真的是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一直在找你。因为在我找到你的时候，你的心里已经有李思思了。我是把他错认成了你。对不起，乔伊。真的对不起。我们不要离婚，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重新开始？对，重新开始。李泽谦，你是后悔了吗？我后悔了，我早就后悔了。我们失散之后，我好努力的想成为钢琴家，就是为了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办法找到我，我就站在万众瞩目的地方，让你找到我。我等了好久，真的好久，可你还是没有找到我。我甚至都在想，你是不是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在，我一直都在找你。后来，我找到你了，但你蜷缩在病房的角落里，眼睛看不到，你又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就像小时候那样。但我想要陪着你，你眼睛看不到，我就也不说话。我用心理解你的苦，我相信我一定能带着你走出来的，因为你是我的蜡笔，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为你所做的所有事，还是为你放弃的一切。可是你却告诉我，你不欠我的，还说你永远都不会后悔。原来是我错了，是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李泽谦，我已经决定要跟你离婚。不，我不同意，一定会有办法的。秋叶，你要我做什么才能原谅我？都是李思思骗我的，我一直都在找你。真的是在找我？李思思有很多破绽，她不敢跟你聊小时候的事，不敢在你面前谈心事，她甚至都不敢叫你一声蜡笔哥哥，因为她怕穿帮。但你一直在找小贝壳，到底是为了要找到那个人，还是只要有这样一个人陪在你身边，跟你当秋叶，不要再说什么一切都是为了我。李泽谦，你爱的真的是我吗？秋叶，好聚好散吧，我不想心中有关蜡笔哥哥的最后一点美好回忆和小三。结局会不会不错？眼睁睁看你走掉，我和你永远不分开。曾陪我度过漫长岁月，没有你的世界，现在已碎。我看不懂你比划什么。回忆长出彩线。别动，否则我杀了你！李思思，没错，是我，苏巧叶。没想到你就是蒙面钢琴天后，是李泽谦一直在找的人，是你毁了我，毁了我的一切！你妄想霸占属于我的东西，现在反过来怪我毁了你的一切。只要是我看上的，就都是我的。苏巧叶，如果我早点弄死你，那么现在我就会享受所有人的痴迷。不过现在也不晚，只要你死，一切就都解决了。去死吧！不要！秋叶，你没事吧？我叫救护车，我现在就叫救护车。秋叶，
乔伊，你好好在家待着，别乱跑，不用管我，也别担心我，我有自己必须要做的事。去哪儿？你去哪儿？李泽谦，蜡笔哥哥，咱们分手又是一阵心痛，只好攥紧双手，李泽谦，眼泪河流。乔伊，往前走，往前走。李泽谦，你回来了，怎么样你？伤得重不重啊？你去哪儿了？你到底去哪儿了？我机长，李子死了，他和一直帮他做的姐夫都被抓了，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我不允许任何人威胁你，对不起，我是个混蛋。李泽谦，乔伊，不要离开我，你是对的。过去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不要再说了。少说，我怕我没机会说了。李泽谦，你别胡说，你别想我。我一直在找小贝壳，却忽视了你的感受。其实，我想过有一天我会后悔，但我没想到代价这么大。对不起，老婆。醒醒，醒醒，你醒醒，你醒醒！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乔伊，小贝壳。李泽谦，你醒醒，你醒醒！我没事，这条命还在，别担心。你是疯了吗？你为什么要去追李思思？你不要命了吗？我当时什么都没想，就想着不能让他跑掉，我抓住他，否则他以后再伤害你怎么办？无论如何，以后我不准你再做这么莽撞的事情了，听到没有？我们还会有以后吗？我只奢求最后一次机会，可以吗？买了明天去国外的机票，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李泽谦，我们已经离婚了，而且我不打算分。那我给你做保镖，可以吗？你这次出国之后，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吧？是的。那在你出国之前，让我给你做顿饭，可以吗？在你出国之前，让我给你做顿饭，可以吗？不可以。你照顾了我这么久，整整7年没有说话，可我却没有为你做任何事情，就连扫帚倒了都不会扶一下。如今我想体验一下做家庭主妇的滋味，亲身体会下你的不容易，可以吗？李泽谦，还是算了吧。因为我豁出性命，我很感激，
但我们已经错过，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我们没有机会。我不奢求跟你复合的机会，就只想单纯给你做顿饭，这样都不行吗？这顿饭我欠了你很多年，晚了这么久，我很抱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好。乔伊，这个房子是你的，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你有指纹。我要出国了，这个房子留着也没什么用，留给你了。我的指纹也请你删掉，我已经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你永远都是，除了你，不会再有别人了。李泽谦，我们已经……就当是给我留个念想，可以吗？换上吧，会舒服一点。你说过你喜欢情侣款式的拖鞋，我都记得，就买了。你说过你喜欢情侣款式的拖鞋，我都记得，就买了。那都是过去的喜好。可是过去我却没能满足你。你先坐着看会儿电视，休息会儿，我去做饭，马上就好。这些水果和零食全是我爱吃的，电视也是我爱看的。李泽谦，我曾经幻想无数次有朝一日我们会过上这种静谧的生活，没想到竟是以这种方式实现。你没事吧？啊，没事没事，你先去休息，马上就好。你根本就没下过厨，还是我来吧。今天说好了，我来做家庭主妇，来体会你的辛劳，必须得我做。你这又是何苦呢？你就算做出了满汉全席，我们也没有机会。我知道，我没有奢求，就是想单纯给你做顿饭，你相信我。谢谢。我给你造成那么多伤害，你还说谢谢？我没什么，你不喜欢我，不是你的错。我喜欢你，乔伊，我喜欢你，我喜欢你，乔伊，我喜欢你。吃饭还能不能吃了？要不可以的，你先去休息吧，我来做。你确定？当然，相信我，我一定让你吃到可口的饭菜。原地等候，原地等候，爱被雨淋成沙漏，被时间带走，像片黎明的额头，刻在我胸口。开饭了，乔伊，来尝尝我的手艺。看，我做的午菜汤，我说了不会让你饿着的。来，先喝碗汤。怎么样？还不错。真的，我第一次做就能做的还不错。太咸了，你别喝了。这吃菜，你最爱吃的糖醋里脊。还能吃吗？能吃。
怎么这么苦啊？算了，你别吃了，我承做。不用了。其实，我跟志豪已经吃过饭了。谢志豪，你这次出国，他会和你一起吗？我答应他了，要给他一个机会。西西也很喜欢他，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会过得不好。你答应他了？谢豪，谢豪，时间也不早了，我就先走了。这么快？厉泽谦，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现在要去找我新的生活，希望你也能找你新的生活。再见。乔伊，还有什么事儿？我能再抱你一下吗？还在恨我，怨我对吧？不恨了，也不怨了。当你满身是血的出现在我家门口的那一刻，我的所有怨恨就都消散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活着真好。乔伊，因为只有活着，才能去忏悔，去释怀。因为只有活着，才能去忏悔，去释怀。对不起，你放过我吧，我不想再恨你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再爱你。苏小伊，谢志豪，乔伊既然选择了你，你就一定要对他好，不可以欺负他，否则不管你在哪儿，我都不会放过你。放心吧，我会对他好。只是谁会像我一样，像个混蛋一样欺负他？乔伊，你肚子里的孩子还在吗？他在，或者是不在，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了。李泽谦，余生再也不见。终于，你离开我的世界，无力挽回，总是我活在我的世界，你不在乎的。